杀人藏尸往哪藏？这个男人选择藏在洗衣机里，并且还是将尸体内脏和躯干分开来放。不得不说，泯灭人性还得他。碎尸案件年年有，挖肠烹饪丹顶流。屏幕前刷到的帖子们又服了。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川渝碎尸案，够不够下饭不知道，总之别吃肥肠就行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开车。时间2012年5月20日，地点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天池小区。三伏天气暑气重，大帅家里格外臭，就连大帅本人也无法解释这臭气来源。最后经过大帅一顿翻箱倒柜，提着鼻子找臭味，终于大帅发现臭味是从楼上的作妖邻居家传出来的。此刻大帅站在窗口，抻长脖子，把臭气一阵猛闻，他在反复确定气味源头。眼看大帅小宇宙即将爆发，还好出差的李真及时回家。进屋后的一阵臭风把李真彻底对懵，缓和神来的李真也是一顿翻箱倒柜，提着鼻子找臭味。然后他发现这臭味居然是从自家洗衣机里传出来的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里面有啥谁能懂？李真打开洗衣机，里面一堆发黑生蛆的肉块出现在眼前，这一幕让李真直犯恶心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李真一声怒吼，丈夫杨华元马上出现助手。李真立马质问杨华元这是什么操作。杨华元面不改色，杨华元称这是他偷来的猪肉。说谎不打草稿，赏你做个大佬。之后在妻儿的注视下，杨华元脸不红心不跳的将洗衣机里的肉块一一取出，装进塑料袋中。问题来了，如何委托别人处理肉块呢？杨华元来教你。狡猾的男人主打一个动之以情。哎呦一声，他痔疮犯了，他走不动道了。就这样，杨华元把2大包肉块交给了妻儿，让他们帮忙丢弃。夜深人静气施行。2012年5月20日晚，李真、儿子、儿媳3人抬着2袋肉块走出家门，随后将肉块丢弃。但是之后的几天，大帅却发现家中的臭味仍然经久不散，对此他是猛圈加问号。而后大帅又发现自家厨房的管子里开始有黑色液体渗出，臭味也正是从管子里散发的，而这管子正好与楼上丢肉邻居家相连相通。眼看楼上那家作妖已经做到自己家厨房，大帅悟了。很快他又怒了，他决定把楼上那家人给废了，管他什么好邻居坏邻居，大帅是忍不了楼上的臭邻居。拿起电话，大帅直接叫警察。接到报警电话，当地警方来到大帅家中。确实不怪大帅莽撞，厨房里的气味给民警也整得够呛。警方对现场进行勘查后，用试管提取出不明黑色液体。为了搞清气味来源，警方将厨房天花板锯断，拆卸了下来。之后一股更大的刺鼻气味迎面袭来，众人顿时都戴上了痛苦面具。顶着如此味道，民警对管道内进行了仔细勘查，最后从下水道中找到了10几块细小碎肉。经技术人员对黑色液体和碎肉进行检验后，发现它们属于人体的血液及组织。听到检测结果后，民警顿时汗毛倒立。本以为是民事纠纷的邻里矛盾，可现在看来，这极大可能是一起命案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大帅很快就能把楼上那家送去采缝纫机。那么提问，侦破命案的第一步是什么？没错，确定尸源。但由于此时的警方并无受害者其他信息，便决定先对近期报案的失踪人口进行排查。随后，一个叫王秀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。王秀38岁，安徽人。几天前其妹妹曾到警局报案，称姐姐王秀进入天池小区后就不知去向，至今失踪未找到。警方随即联系王秀妹妹了解情况。据悉，2012年5月18日，王秀和妹妹一同前往天池小区推销清洁剂。为了提高效率，姐妹俩决定分头推销，两人约定晚上9点在小区门口会合。但夜幕降临，距两人的约定时间已经过了很久，妹妹始终找不到姐姐的身影，电话也无法打通。妹妹当即就预感到姐姐可能遭遇了不测，于是她立马向公安机关报案。警方推测这些人体组织极有可能是王秀的，于是警方将王秀的 DNA 信息与提取出的人体血液组织进行检验，结果显示该血液组织确属王秀本人。很明显，失踪的王秀已经遇害。毫无疑问，
大帅楼上的杨华元具有重大作案嫌疑。目标嫌疑人物出现，警方立即对杨华元这家伙一顿暴查。这一查，好家伙，此人履历不是一般的丰富。年过半百的杨华元杀过人下过狱，吃过官司，强过幼女，要论带银镯，踩缝纫没人比他更精通。警方算是看出来了，此刻杨华元是人在小区，心在牢狱，看来他又想回家了。那就如他所愿，警车就绪，马上安排。警局内，杨华元主打一个沉默，面对警方提问，闭口不答。警方懒得跟这次废话，直接进他老窝一顿搜查。果不其然，警方从床板下搜出了几瓶未开封的清洁剂，这正是王秀推销的产品。据杨华元妻子李珍所说，他们将那2袋肉块丢弃到了水渠附近。根据此线索，警方立即对水渠周围进行大规模搜查，但由于该水渠水流湍急，支流众多，所以搜索难度较大。在上百名民警夜以继日的努力下，终于在2天后将四散的尸块一一找回。经法医比对，却为王秀尸骸。面对这如此铁证，姓杨的脑袋嗡嗡，于是他直接眼一瞧，腿一凿，老铁，我要现在招，把犯罪事实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出来。2012年5月18日，杨华元独自一人在家饮酒，在数杯下肚后，杨华元开始回忆自己曾经的荒唐人生。趁着酒意，他陷入了对过去疯狂人生的联想中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。杨华元起身开门，门外正是前来推销的王秀。看到王秀，杨华元是耳也不聋了，眼也不花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要开始作妖了。得知王秀是前来推销清洁剂的，杨华元心里产生了邪念，但仍面色如常示意王秀进门。浑然不知危险来临的王秀，一心都是推销产品。厨房内，王秀重复演示着清洁剂的使用方法，而杨华元却故意挑起了产品的字。就这样，二人就产品质量争吵起来。王秀一心维护产品声誉，杨华元一心都是行苟且之事，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。经过一番唇枪舌斗，杨华元落了下风，因为说不过王秀，杨华元便起了杀心。他用墨斗线杀人后，杨华元既懊恼又气愤，他认为王秀不该死在自己家中。而后，这个残忍的家伙对王秀尸体进行了肢解。在肢解过程中，这个魔鬼竟又产生了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想法，他想尝试一下人肉的滋味。于是他将王秀的五脏六腑清洗后放入洗衣机中，大肠则被他做成了一道爆炒肥肠。就这样，杨华元搭配着他的美酒，将王秀的一盘大肠吃干抹净。牢狱之灾并没有让这个恶魔改头换面，反而心里愈发阴暗，手段愈发凶残。谁也想不到，出走半生的杨华元归来仍是杀人狂魔。最终，经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判处杨华元死刑。提出上诉后被驳回，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，杨华元仍旧死刑，现已执行。